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是不是被篡改了？《西游记》里车迟国、孙悟空与杨丽大仙比武下油锅，但是现在无论是新版还是旧版都没有下油锅的片段。不过很多人的记忆中都发生过下油锅的情节，您记忆里是怎么样的呢？这车迟国现实中真的存在吗？车迟国这一集是86版《西游记》的第15集，斗法降三怪。它的上一集是大战红孩儿，后面是去经女儿国和三调芭蕉扇。三调芭蕉扇讲的是火焰山的故事，而火焰山在新疆吐鲁番。如此可见，车迟国就在这附近。我们看看古西域的地图，在吐鲁番附近居然有一个车迟国，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按照《西游记》的剧情推断，车迟应该就是车迟了。历史上真正的车迟是一个连年战火的国家。车迟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塞之处，《汉书》记载，该国有700户人家，6050人，1865名圣兵。车迟的王庭是交河城，现在吐鲁番还有交河古城的遗迹，它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交河古城处在2条河交汇处，被河流环绕，因此这里易守难攻，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大汉与匈奴为争夺车迟，在这里进行了数次战争，车迟也是左右摇摆，立场时常动摇。他和匈奴还联手攻打过乌孙，直至公元124年，班超的儿子班勇最终将车迟收复。80后的大哥，请看视频。Establishing battlefield control. Stand by. 第一反应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Battle control online. 这个音乐是不是更熟悉了？这个装置安装在新疆的哈密，大家猜猜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它被称为戈壁绽放的银色向日葵，由14500面超级镜和中间的聚光塔组成。镜子会自动追着太阳的方位，将阳光回击到塔顶。放眼望去，科技感十足。其实这是塔式熔岩光热发电站，投资16亿建成，可以做到24小时发电。它的原理可就厉害了。核心逻辑就是烧开水，光热让熔岩吸热融化，然后流到下面开始烧开水，水蒸气启动发电机发电，晚上可以用白天多余的热熔岩继续发电。这个发电方式纯绿色无污染，年发电量约1.9亿度。这要是再搭配上特高压和储能，那可就厉害了。怎样，您猜到了吗？以后来到新疆看到这个，千万别说看那儿有一个光灵塔，快跑！相信这绝对是你的童年记忆。亲爱的，这动画片你看过吧？聪明善良的阿凡提和八一老爷斗智斗勇的故事。现在全国各地能见得到很多八一老爷的餐厅，在新疆喀什还有一个八一老爷的家。这八一老爷到底是谁？其实八一在维语里意为富有、有钱的意思。八一老爷是形容在当地有钱有势的人，不是指具体的某人，而是一类人，类似于汉语里的富豪，有时候也可以表达尊敬的意思。在众多的八一老爷中，有像动画片里面那样贪财吝啬的，但相信更多的八一老爷应该是睿智、善良、乐善好施的。快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八一老爷呢？来评论区艾特他。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耳边火了，可没想到的是，火着火着，江自挨顿毒打，内外夹击组合拳啊！那么问题来了，新疆的物价到底高不高？首先，我高中在上海，大学在天津，后来工作在北京，期间也去过广州、深圳、成都、长沙、苏州、杭州、山东、山西、内蒙、沈阳、黑龙江等等地。我客观的讲，新疆有些产品物价确实高，特别是需要从其他地方运过来的，物流成本就高。但新疆本土还是有很多物美价廉的好东西的。很多人说的过油肉拌面、手抓饭要25、30，这主要是饮食习惯导致的。新疆非常喜欢吃牛羊肉，肉价就高，而且拌面里面一大盘牛羊肉，分量大，肉多，像一盘菜一样，单价高一些。但按照这个分量来讲，在全国很多城市来看，我觉得也都差不多。但是不是该有小份肉、价格低的套餐供大家选择？这应该是需要优化的。
的。第二点，我个人认为新疆的发展是落后于很多地方的，旅游资源多，但配套不健全，这个真的需要一点点时间优化。但是新疆人们的朴实热情是真心的。第三点，新疆太大了，距离远，各种南疆北疆大环线攻略，来一次恨不得让大家把新疆玩个遍，这成本能不高吗？后面非常有必要给大家多做一些小而美的攻略，例如在乌鲁木齐玩几天，可以去大坝扎感受异域风情，和田二街吃吃美食，南山玩一玩雪，博物馆了解一下千年丝路，性价比也是挺不错的。最后我要说，哈尔滨，我作为新疆的小绵羊，我也想去，我也会去，我也推荐大家去。那么美丽的冰灯，谁不想去看看呢？但同时，江字也有江字的美，各有不同才显得独特。咱不比，有机会大家也来看看。我信心，三山两盆自然美景最强音。我信心，瓜果飘香，农民伯伯用真心。我信心，边疆英雄世代守护立功勋。我信心，欢迎您来载歌载舞，我最亲。心有最长日照，心今日已闪耀，心会让你尖叫，心一常开怀抱。河南人到底在新疆做了些什么？很多人来了新疆，发现在新疆很多的地方都能看得见河南老板开的店，还到处能听到河南话，甚至有些新疆人也说
大美新疆了。大汉为了联合西域的乌孙攻打匈奴，派出解忧公主前去和亲。可乌孙和匈奴开战了，大汉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刘解忧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凝结乌孙，拼死抵抗。原来此时正值汉昭帝驾崩，汉朝内部极其不稳，实在没办法出兵。继位的汉宣帝处事沉着冷静，先派出使者前去商议。公元前71年，大汉决定出兵，派出15万骑兵攻击匈奴。不过还没等他们动手，乌孙这边却意外的大获全胜。这一战后，匈奴从此一蹶不振，这标志着汉帝国自汉武帝以来联合西域夹击匈奴的夙愿实现了，也标志着匈奴的威胁基本解除了。解忧公主20几年的奉献和坚持，最终没有白费。翁归米晚年，其侄子尼米夺回政权，继位乌孙王。尼米是当年军须米和匈奴公主所生的孩子。解忧公主刚来乌孙，就是嫁给了军须米。可现在根据习俗，解忧公主也不得不嫁给尼米。尼米很敌视汉朝，也非常残暴，倒行逆施，国人共愤。解忧公主决定背水一战，解决了尼米，可最终以失败告终。解忧公主求助西域都护府郑吉救援，才保住了性命。公元前53年，乌孙内乱，尼米被杀，乌鸠图成为新乌孙王。汉宣帝决定讨伐乌孙，西域都护派解忧公主带来了冯瑶前去劝降，最终乌鸠图同意和解，让位给解忧公主的儿子。在不费一兵一卒的前提下，乌孙成为西汉的属国，冯瑶因此立功，被封为大汉的正式使节，成了我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位女外交家。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已年过古稀，带着孙子孙女回到长安。2年后，解忧公主与世长辞。解忧公主终其一生，稳固了大汉边界的安全，促进大汉统一西域，为大汉和西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的付出和功绩不亚于任何一位和亲公主。喝酒后骑马算不算酒驾？前段时间，新疆伊犁2男子策马奔腾，在一个路口直接撞到车上，人仰马翻，非常危险。有没有懂的人说一下，这事故该如何判责？有人就问了，喝酒后骑马算不算酒驾呢？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喝酒骑马不属于酒驾。酒驾是指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规定，如果骑马引起了围观或造成交通混乱、扰乱秩序，也会受到警告或者是处罚。如果马受到惊吓，因此产生了人身财产损失，骑马人也需要承担责任。马上新年要来了，应酬难免增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饮酒不要开车。那么问题来了，酒后可以骑自行车吗？来看这个视频，一个彪形大汉正把一个小朋友捆绑在一个窄床上，小朋友不光没有怕意，还笑呢。原来这是爸爸妈妈正哄一个小朋友睡觉。这一评论区那是一片声讨，到底是什么人才用这样的方式哄小孩呢？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拿出这个给大家看了。看，猜猜这是什么？中间还有一个洞。来，再看看这一对，猜猜这又是什么？注意啦，来新疆的朋友千万别把这个当成烟袋锅买回去。我要说这个和上面那个带动的小床是一套，配合使用的。仔细想想，是不是就能猜个大概了？这个床就是维吾尔传统的婴儿床，这2个小配件，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大家知道了吧？来，请看正确的操作方法。小床下面是有圆弧的，可以摇摆，小洞下面可以放一个小桶，通过小工具就可以起到引流入桶的作用了，这样就不需要尿不湿了，宝宝也能睡得更踏实。为了小宝宝睡得更舒服，要在上面铺一个带动的褥子，然后把小宝宝放床上，再绑上比较宽的绑带，哄小宝宝睡觉。这个是小宝宝40天的时候才会使用，还会举行摇篮礼。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被绑着咬大的。目前来看，身心健康，现在也还有人在使用。有人认为这样宝宝会很难受，而且有些心理学者认为这样会让宝宝在潜意识里压制自己的个性，但也有人认为这样会让宝宝包裹紧实，睡觉不容易受到惊吓，还能解放妈妈。曾仕强教授曾说过，中国的小孩一出生就把他包得紧紧的，西方的小孩一出生就给他穿得宽松宽松。哪个对？中国人对。我们一来就把他包起来，包起来。
还用绳子扎起来。小孩要动啊，要动他就要出力啊，他从小就要奋斗啊，然后他斗志就很强。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但注意了，不管什么观点，要尊重每个人的习俗，可别太激动哦。全国景色最多样性的就是新疆，但全国文旅现在最惨的也是新疆。自从哈尔滨扛起了冬季旅游的大旗，全国各地文旅都开始放大招了，唯独新疆啥招都不用放，直接冲上热搜。但可惜的不是因为新疆美丽的景色，而是因为新疆的物价。新疆的物价高不高？有很多确实高，不然也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声音。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局到底怎么破？怎么让全国的朋友能物有所值的看到新疆的美景，感受到新疆人民的热情，也让新疆当地的百姓真正的受益，生活越来越好。我相信没有人想把远方的客人拒之门外。最近刷到了有些新疆餐厅发布了主动降价的视频，我要为他们点个赞。虽然杯水车薪，但这是改变的开始。希望结合系统的调控和管理，新疆的各方面物价能够回到一个大家认可的水平，让新疆文旅也挺起腰杆，把咱们大美新疆好好宣传宣传。世人只知王昭君，可谁有知道刘解忧才是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和亲公主，也是贡献最大的和亲公主。一个女人先后嫁给3任乌孙国王，她在乌孙生活50余年，最终成功的让西域最强大的乌孙归附大汉。公元前100年，大汉第一位和亲公主刘细君死后，为继续稳固大汉与乌孙的关系，汉武帝决定派解忧公主继续嫁给军须弥。刘解忧的爷爷是七国之乱的发动者之一刘武，他和刘细君公主一样，也是罪臣之后，但不一样的是，他从小就没有过上富贵的日子，贫穷的生活环境也铸就了他泼辣强韧的性格。他能屈能伸，自然最终的结果也就和刘细君公主截然不同。解忧公主身负重任，和亲乌孙，出嫁时携带了大量的陪嫁物品，还有很多识文断字的随从。到了西域，就派随从冯辽带人结交西域各国，加深对西域的了解，同时也让西域各国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强盛的大汉。解忧公主到了乌孙，成了军须弥的右夫人。几年后，军须弥去世，可他的儿子尼米年龄尚小，他只能让弟弟继位，约定等儿子长大，他弟弟再让位尼米。这操作为乌孙日后的内乱埋下了祸根。按照乌孙的习俗，解忧公主又嫁给了其继位弟弟温归弥。她没有像刘细君公主那样排斥，为温归弥生下了3个男孩。和亲时带的侍女冯辽也是多才多智，成为刘解忧的得力助手。嫁给了乌孙的大将军，成了将军夫人。她是我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位女外交家。解忧公主和冯辽用他们的智慧协助乌孙逐渐成了经济军事日益强盛的国家，使乌孙百姓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百姓也称解忧公主为乌孙国母。公元前74年，匈奴坐不住了，联合车氏要一起攻打乌孙，提出要求，乌孙必须和大汉断交，而且要交出解忧公主。这个时候乌孙乱作一团，大臣们都觉得为了一个外来女人开战不值得。可温归弥还算有情有义，苦苦支撑，也没有同意献出解忧公主。而解忧公主也临危不惧，研判形势，带领乌孙齐心抗敌。就在危难关头，他写信向大汉求援。可面对着解忧公主的求援信，大汉却无动于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关注我，看下一集。那些私信我想找新疆媳妇儿的朋友，我介绍成的可能性很小。不过我这里有个方法，不知道您是否愿意试试。新疆有一个新疆版的《非诚勿扰》，你可以了解一下。这里的女嘉宾可都是貌美如花，能歌善舞。想要参加节目的朋友，我建议好好学一下新疆舞蹈，因为男嘉宾出场的时候可以跳一段舞蹈，能近距离的观察女嘉宾，而且还可以邀请心仪的女嘉宾一起跳舞。放心，新疆女孩基本都会跳舞，女嘉宾会欣然接受的。节目有10位女嘉宾，整体的流程可以完全参考《非诚勿扰》，也有亮灯灭灯的环节，也有情感导师给大家出主意。这个节目据我了解，哪里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没有限制。具体能不能成功，就要看您够不够优秀了。好了，关注我吧。
看看我的新疆舞蹈教学，好好练习练习吧。我国现在还有唯一一支在编的民兵骑兵连，就在新疆拜城县老虎台。先看看位置，这里依靠在天山南侧，平均海拔有2000多米，地势起伏大，到处是灰秃秃的戈壁和沟谷，交通非常不便利，因此马变成了这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这个因素让骑兵连得以保留至今。冬天这里的气温能降到零下20-30度，骑兵们要踏过坑坑洼洼的雪地，走过不到50厘米宽的陡峭山路，旁边就是几百米深的悬崖。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训练巡逻，骑兵和他们的马要成为最亲密的朋友，需要完全相互信任，默契配合。不是所有的马都可以做军马。判断马的潜质，第一要看个头，头高2.2米左右，背高1.7米左右，最适合骑乘。马一般要在4岁上下。其次马蹄要大，最好直径大于15公分，走路稳健，胸部宽，屁股大的为佳。第二要看速度，马群中马蹄落地声音越小，说明动作越轻盈，跑得也会越快。第三看性格，要选择性格好的，不易怒不暴躁的，可以围着它前后绕圈儿，不咬人不踢人的性格会比较好。严格的筛选后还需要严格的训练，他们需要有耐力、勇敢、坚韧，还需要学会卧倒技能，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合格的军马。老虎台骑兵连是1964年成立的，他们已经在这片土地守护了50多年了。马上冬天要来了，也是他们条件最艰苦的阶段要来了，让我们一起为守护祖国边陲的100余名骑士和100余匹军马点赞致敬。新疆物价到底有多高？加勒比拌面、索马里酒店、缅北停车场，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虎狼之词？高也好，低也好，但自己的家乡被描述为索马里、加勒比、缅北，大家会怎么想呢？真的就没有人觉得新疆好吗？我不相信，玩笑一下无可厚非，但是到现在为止，明显风向不对了。已经有很多人真的相信新疆的饭店大盘级都要200-300，酒店都需要2-3千、6-7千，停车都需要1天80，旅游1天至少1万，这是真的吗？我不否认新疆有些物价高，我也不否认新疆薪资低，但面对全国的朋友，我觉得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呈现出来，高与低大家自己判断。酒店6-7千1晚有没有呢？有，但那个是个别景区的个别房间，全新疆有几个6-7千的酒店呢？高了咱们就不去呗。很多朋友晒出新疆便宜的酒店，结果下面紧接着一个人就说旺季来翻10倍，真的吗？我今天就晒一下2023年的夏天我或者朋友真实住过酒店的订单，大家看看6月伊宁2间1晚一共342，一间100多，拱流2间332，一间也是100多。7月8月乌鲁木齐这地方有点偏，但一晚160。9月伊宁市区一晚235、204。10月喀什古城景区里2晚500多。10月的和田一晚205。11月阿勒泰雪都滑雪200多一天，400多2天，这些都是提前1天或者2天订的，也没有提前很久很久预定。我发完这个视频，肯定有人问我西红柿鸡蛋拌面40一份，你怎么解释？我不解释，因为这个我也觉得贵，我不吃。40我一般都会选择吃8个羊肉串，还吃不了呢。某矿泉水5块钱，咱不喝呗，也有1-2块钱的，又不都是5块钱。我不是想反着大家非要说新疆多么的物美价廉，我只是不想家乡被所有人说成加勒比、索马里。新疆也有性价比还可以的供大家选择。新疆很大，选择性也很多，大家提前做好攻略就可以了。新疆有哪些赚钱机会？现在的新疆和大家印象里的新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咱们不画大饼说什么新疆很快超过深圳、超过香港之类的话，但是新疆从地理位置和近几年的发展来看，确实有很多的机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目前新疆有20个国家1类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陆续开通，这直接影响了世界的货物运输格局。最近随着红海的曼德海峡被封锁，中欧班列的重要性和性价比更为凸显了。大环境下，新疆必然是对外贸易的重要节点，这里蕴含着很多的机会。11月1日，喀什成立了自贸区，这无疑是给新疆的发展
注入了又一剂强心针。但我们普通人在这里能找到什么样的机会呢？其实我觉得自贸区的成立无疑会带动当地各行各业的发展。喀什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又有很多美食，普通人可以来到这里做一些小生意，这应该是一个好的选择。未来还可以选择一些优质的进口商品进行贸易，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机会。另外还有新疆的旅游行业今年非常火爆，但旅游产业相对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配套的服务设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也是普通人可以选择的板块。24年我计划筹备小谷的民宿，未来给粉丝们做成新疆的落脚点，大家关注我，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到小谷家做客。我挑战了自驾一辆车，2天穿越了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合法进入的无人区。你知道在无人区遇到什么情况最可怕吗？第2点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一，无人区遇到人，没有车，只有人，远远的在山头上站着，仿佛在盯着你看一样，我都没敢拍，直接就加油门跑了。还有一种我在网上看到的，在路边招手的，好像是遇到什么困难，不知道这种情况大家会不会停车帮忙？可以评论区说一下。如果是我一个人开车，我可能会有点害怕，但如果是车上有很多同伴，几辆车同行，那还是要停下来问一下具体情况的。因为在无人区，可能你的善举就会救了一个人的性命，但一定要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这次来的是大海盗无人区，被誉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这是一个设施比较完善的景区。这里好的点就是自驾难易度你可以自己选择，最基础的路线真的是可以开着小轿车，带着老人小孩都可以穿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茫茫戈壁、最美雅丹、仪龙峡谷、通天洞，还有荒漠中的一汪清泉，行驶安全无压力，但难度路线也充满了刺激和挑战。你可以开着越野车奔驰在荒野之中，去探寻长城秘境，在戈壁中寻找外星人的足迹。这个时候第2个可怕的情况就出现了，就是有些人不按照车辙的路线乱跑，迷失了方向。在这里地势跌宕起伏，一个沙坡越过去，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无人区很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如果车辆陷入沙坑，高温的炙烤用不了一会儿人就脱水了，就会非常危险。所以大家还是要时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如果有机会来，还有几点大家也要注意。进景区之前一定要加满油，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要多带水。快来吧，让我们一起登陆火星，穿越大海盗。